零基础书法入门，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楷书是书法的精华，要求笔法细腻而锋利，字形规整而优美，结构坚实而天成，有一种恬静而自然的气质。如何学习楷书，掌握楷法，是许多学书者的追求。本影片将为你介绍楷书用笔的基本原则和技巧，这些楷书用笔窍门，让你一步步成为楷书高手，让你的楷书更有韵味与灵动。在进入详细内容之前，让我们先看看本影片的精华内容。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如何找到学习楷书的正确方法？学习楷书应该从何入手？最后还将说说楷书学习的全攻略，将介绍楷书的笔法，包括发笔和调锋技巧，楷书的重要各笔法，如条法、悬针与垂露，以及如何使它们更流畅，如何写出自己独特的楷书风格。在进入内容之前，请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按铃，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任何影片。如何找到学习楷书的正确方法？第一点，忌心浮气躁。楷书讲究端正标准规范，欧楷尤甚，其对笔画精致准确程度的要求，使得书写者必须平心静气，全身心的投入，一丝不苟的去书写，心里稍有波动，动作就会变形，笔画就达不到精美的要求。学习欧体的人多有这种感觉，在每天早上或者晚上或者某一时间心无旁骛时，能把写字的状态调整得很好，字能临得很到位；而在情绪波动、心有杂念时，则状态下滑，越写越烦，越临越不像。如果说书法能够表情达意的话，那么欧楷表达的应该是薄淡镇定、静雅和缓的心境，心浮气躁，根本就写不好欧楷。第二点，忌骄傲自满，朝学执笔，暮以自夸，是学书人、习欧体的人的大忌。学无止境，书海无涯，书法就像那费尽千辛万苦才攀到山顶后看到的山后的那一片汪洋大海。我们绝大多数习欧体楷书者，就如同还处在山脚下的攀登者，距顶峰尚有108000里，连大海的影子还没有看到呢。需要你付出精力去攀爬，去竞渡，容不得有半点骄傲懈怠，你也没有理由自大自满。虚怀明志，奋力攀登，才是正理，才有可能到达成功的顶峰。第三点，忌见异思迁。学书不专一，流行什么学什么，认为什么好就学什么，今天学这个题，明天学那个题，结果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不精，样样懂，样样松，到头来一事无成。我们好多爱好书法的朋友学了几年、10年乃至几十年书法，仍没有什么大的出色，就是源于学书不专一，把精力和时间都分散了，哪一种书体都没有学精学透，就半路改道，改来改去，总是半平促。习书者认准一个目标就要坚持下去，要有咬住青山不放松的毅力，精工极力，下苦功把学楷书道理弄通学会，才能把精华学到手。学习楷书应该从何入手？白娇先生是近代帖学大师，晋人评白娇有300年来一腹风之语，擅长于行草，离不开其启蒙时期的楷书功底。相传白娇先生少时临摹9成功，放在阳光下看，能与字帖相重合，足见其于楷书用功之深。楷正参考碑帖目录，旨在为学书者指明楷书学习方向，实为初学者之指路明灯。楷正参考碑帖目录如下：
欧阳询至于正书9成功理全明，结体较散，不及化度紧密而规矩方圆之志。学欧体入手由此转而学化度4，化度4雍禅师设立塔名欧书集则，结体极简。其他欧书尺牍行楷间隔帖中草书有千字文，能用方笔。至于欧阳询正书9成功理全明、化度4碑等碑帖，本频道有完整全碑帖示范教学影片连结在影片说明栏，请直接点击来学习。褚遂良语法师碑是楷书冠冕，鼓励最盛，体力最端重。学堂人书由此弱，比欧体、语体更少流弊。言书流传碑版最多，如多宝塔感应碑、十类经生书立之书，极工整，而科举时代多上之石铜。麻姑仙坛记为言书楷正之最佳者。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本频道有完整全碑帖示范教学影片连结在影片说明栏，喜欢言书者请直接点击来学习。柳公权玄秘本名李圣神道碑，学柳书须去其并弊。金刚经魏公仙庙碑，若论习气少，则金刚经、十圣玄秘塔以学者多，面目欲见俗气，学柳不如以此为主，而旁参诸帖。学习楷书全攻略，从基础到进阶，以下这些诀窍让你一步步成为楷书高手。第1点，写楷书时发笔要快而稳，如蛇入草中。楷书的起笔最为讲究，起笔之时宜急，即是入笔迅速，藏锋、录锋、半藏锋要根据不同书体的特点而定，调锋要慢而细，如藏头护尾。第2点，楷书的收笔有从藏锋与录锋之分，藏锋收笔之时，将笔锋藏于点画之内；录锋收笔之时，需将笔毫收拢，把笔逐渐提起，以离开纸面，使笔锋外露，其笔画末端呈锥状。钩法要快而锐，如锥刺入目。第3点，楷书那的写法宜抑扬顿挫，一波而三折，所谓不徐不急，欲卷复注，得一徐乃出之。第4点，短撇要快而进，撇画入笔要快，如鸟啄米，迅即撇出，但笔要拿得住，不可甩出。笔画间悠扬婉转，要有余韵，仓皇而急眼，不拖不拉。第5点，挑笔在欧体中比较难练，起笔需藏锋于挑中，颜体、流体的笔法易写，录锋直接挑出便可。需要注意的是，持流有度，挑法要慢而轻，如云飘天际。扬笔锋，轻抬而进，不急不停。第6点，长撇要悠扬而显，如龙飞凤舞，意在婉转流畅，笔力送到而有余时。第7点，悬针要徐而言，如花含露，徐则一足而太美。第8点，垂录要急而进，如雨滴时，急则立即而笔能逆行。第9点，点法要重而稳，如山崩地裂，其势如高峰之坠时。书论云点画如高山之坠时，落笔一急，中间顿挫，收笔一慢。欧体笔画一笔而成，颜柳须回锋而成。第10点，长画中间的走笔要灵活变化，或逆势色进，或顺势划出。毫内墨宝时用笔可快写，毫中墨少时用笔可慢写。第11点，就虚实而言，暗处皆实，题处皆虚，点画适时。就曲直而言，楷法妙在曲中求直，平中求不平，或向或背，或向背相借，或上平下高拱，如覆舟之形。有轻重虚急之变化，有疏密虚实之差别，有曲直向背之关系。
酒席则能纯熟运用，用笔便会灵活自如，墨色也会随笔法产生浓淡枯润之美。第12点，在书写楷书时，最忌一字一墨，这样就没有枯笔的效果。最理想的楷书用笔是中间浓厚，两边忽淡，不光滑而有毛边，色中见韵味。最理想的用墨是枯中带润，即在笔酣墨饱的时候，利用速度和中锋、比例和笔势拉出枯笔，有秋风干裂、春雨润泽之感。一幅楷书墨色有变化，就会显得更有生气和动感。第13点，故作楷之法，如闲庭之进步，有自在而不拘的风格。缓以会心，急以出奇，速以取尽，迟以去言。能速而不速，谓之赏会；能速而速，谓之入神。赏会则含蓄深远，入神则意外之笔流露于纸上。此楷法用笔韵律之精要也。总之，书写楷书没有绝对的快慢。就风格而言，有快节奏的楷书，所谓作真如草，故其作楷时肘下生风，有沉着痛快之气。不论迟速、肥瘦，都要控制在度的范围之内。过急则笔直过，而意思浅薄；过迟则骨肉凝滞而笔力孱弱；太重则肥而露肉，太轻则瘦而露骨。感谢您欣然追随书法之声，请谅解，望不吝之举手之劳及划过订阅、舍笔成书的点赞。写书宝贵心得，将书法之感言交相辉映。我们恭候您的互动，与您共享书法之乐。静待回响，同心同行，不尽感激。再次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